事实上，美乌在关于美国援助乌克兰销毁战略核武器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条约上也有一段黑历史。苏联解体时，在乌克兰境内遗留了大批现成的武器装备，包括1500多架作战飞机、7000多辆装甲车、6000多辆坦克、350多艘大小型军舰，以及19架图160、30架图22M 和27架图95轰炸机。乌克兰还在一夜之间成为仅次于美俄的第3大核大国，拥有1200多枚洲际导弹核弹头以及1600多枚战术核武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很快面临国民经济发展萧条的困境，美国就开始想方设法削弱乌克兰的军事力量。美国警告乌克兰，如果继续保留这些核武器的话，就会面临西方国家的大力制裁。要是肯自废武功的话，则能够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安全保障和经济补偿。1993年，美国与乌克兰签署了该援助协议，规定美国以提供销毁战略核武器所需技术、物资、装备、服务和准备工作的方式无偿援助乌克兰，其中包括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销毁剧毒火箭燃料。第2年，乌克兰又与美俄签署了关于销毁乌克兰境内全部核武器的3方协议。根据规定，乌克兰方要在7年内将所有的核武器运往俄罗斯销毁。作为交换，美国承诺将购买乌克兰拆除核弹头中的浓缩铀供发电用，并为拆除核武器提供1.75亿美元的补偿，同时向乌克兰提供1.5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但是在乌克兰销毁了所有核弹头，并拆解了远程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承诺的援助1分没给。因此，这次的延期并没有实际意义，更多是外交层面的互动。因为美国和乌克兰之间有一个合作，就是说销毁苏联时期的核武器，但是这个东西早在2001年就已经完成了。那么它一直延续这个，就现在提出来说延续这个之前签订的这个条约的机制呢，实际上就是保持一个外交上的高度的这个互信和外交上的这种高层次的互动。另有观察指出，双方签订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研发合作框架协议，实际上也是美国近年来多次声称要向乌克兰军工复合体进行投资的一种表现。美国此举主要是向俄罗斯进行曲线施压，坚定乌克兰政府西向的决心。因为乌克兰局势已经陷入多年僵局，投资环境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明显。如果经济长期低迷，不排除乌克兰重新发生亲俄运动的可能。此外，美国还试图借此廉价套取俄式装备的第一手资料，为日后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和打压俄式装备出口创造新的条件。虽然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已经急速下滑，在航空和船舶发动机、大型水面舰艇、超大型运输机、坦克、装甲车辆以及精密电子仪器等方面仍拥有强大实力。最为关键的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技术标准和主要武器装备是通用的。美国如果大规模投资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就可以拿到与俄罗斯现有装备最为接近的技术资料。不过，美国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多少实际动作。协议签署之后会不会有所变化，外界也抱一种质疑的态度。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6000万美元军事援助，更是显得鸡肋。有乌克兰网友表示，美国精心扶持阿富汗政府20年，可如今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对乌克兰的投资更像是哄小孩。俄罗斯祖国军火库主编列昂科夫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遗弃给塔利班的武器装备价值就超过800亿美元，而给乌克兰的6000万美元只能买20辆主战坦克，这在战场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目前跟美国所签署的一些协议，只是相对于这个在东部的局部战争，美国是给予了一些援助，比如说给了一些导弹呢，给了一些这个医疗器材啊，给了一些反狙击手的装备，换句话说，都是零敲碎打的小装备。而乌克兰也表示说，我们不是要孩子的玩具，我们是希望能够为乌克兰的安全赢得一个机会。但是这样的诉求显然在美国那里是无法获得的。